看斗罗动画，玩新斗罗正版手游，别走错，是新斗罗哦。对抗命运轨迹，我们选择逃避，无魂融合这渐行渐近的距离，嬉笑中被隐去你脸上的痕迹，奋不顾身的寻觅，流泪的流离，不回首，满地零落一片狼藉，扬起信念书写一片华丽崛起，没什么能够取代我们奇怪一体，不抛弃不放弃。悲喜叹息，谁能坚守正义？那一个刻下并肩前行的记忆，值得被珍惜。漫长又短暂的四季，如果一点记忆，这5年揉碎的别离，所有的孤寂，如新的勇气，遥远的距离，都编织在青春的梦里。当我们重聚，疯狂被铭记，热泪盈眶的记忆，不抛弃不放弃。胜利者永远只有一个，因此这3块魂骨都将属于最后的冠军。比赛请等一下开始。史莱克学院放弃个人赛。我们决定放弃个人赛，与史莱克学院争夺另一个决赛名额。不要以为你救过我，我就会对你手下留情。欠你的我已经还了，只是7位一体融合技。疾风魔狼36连斩！怎么可能？队长上次还和那个唐三酣战许久，这次竟然被一招打败了。该死！如果上次成功阻止了唐三，今天就不会……同样是融合技，小三背后有6名队友齐心协力的支持，风啸天背后却只有3名。这总魂力上的巨大差距，让小三具备了压倒性的优势。不止如此，风啸天最大的失误就是再次使用了疾风魔狼36连斩，这是他的最强杀招。上次也给小三造成了巨大的压力，为何不该再次使用？正是因为上次的经历，小三对这招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，结果发现疾风魔狼36连斩和乱披风锤法都有一个类似的缺陷，那就是只要能够在这个技能施展之初将其打断，它的威力根本无法发挥。只有持续发动，不断叠加力量，才是这个技能最可怕的地方。那小三便是在风啸天加速的情况下，精准掷出昊天锤，还赶上了风啸天力量尚未完全发挥的最佳时期。凭小三独到的眼功与手法，想必早已算准了风啸天的动作轨迹。这才瞄准翅膀而非胸膛，保住了风啸天的性命。但小三的处境更加危险了。昊天锤越是展露锋芒，武魂殿的杀心便越坚决。
住！变天了！三哥看起来像是要和昊天锤融为一体了。气魂真身。不可能，他不过43级，怎么可能使出70级以上的气魂真身？我教给他们的7位一体融合技，虽不像武魂融合技那样强大，但却可以将众人的力量连接、凝聚、集中爆发。此时小三的魂力也是7人魂力叠加后的成果，再加上9宝琉璃塔的叠加增幅，小三的魂力竟已高达70级开外。这就是为什么小三能不可思议地跨越整整30级魂力的差距，驾驭气魂真身的真正原因。兽魂师的第7魂技必然会是武魂真身，化身为自己的武魂本体，拥有巨大的爆发力，实力以几何倍数增强。而气魂师的第7魂技就是气魂真身，以自己为气武魂的灵魂，令气武魂的威力达到极致。如果气武魂本身很强悍，那气魂真身爆发的威力只会比武魂真身更加恐怖。他们还没放弃，他们都是值得孩子们敬佩的对手。天锤，乱披风，都已经战胜了对手，难道小三还想施展乱披风锤法吗？恐怕整个赛场都会被一击毁尽。这股惊人的威势，莫非是天下第一气魂昊天锤？停！爸爸，手里。回魂，不，他怎么会在这里？应该是老师吧？这就是气魂真身，不只是魂力、力量，我仿佛感觉到自己的灵魂已与昊天锤融为一体，这才能使出真正的气魂真身。收。好险！如果没有老师的及时提醒，我可能已经失控，继而被抽干灵魂了。我宣布，本场的获胜者是史莱克学院。好。明天的决赛将在武魂殿学院战队和史莱克学院战队之间展开。老师，谢谢你。没想到你竟然能用出昊天锤的气魂真身，果然不愧是当世第一气武魂，是我失误了。今天孩子们消耗极大，我们先回去稍事调整，再做打算吧。好。
虽然大家看起来并无伤情，可魂力消耗却极大，尤其是小三，使用了气魂真身，想必体内的魂力已被抽干了。小三，明日决赛，你的魂力能恢复到最佳状态吗？我这里有固本培元的药物，恢复魂力绝无问题。计划赶不上变化，我还是失算了。大师，我们战胜神风学院这场，可以说是毫无悬念的完胜啊！是啊，赛前大师把七位一体融合技传授给我们后，又吩咐小三指挥，以最快的速度击溃对手。这个战术不是执行得很好吗？如果早知道小三能够使出气魂真身，今天这场就不会如此布置。有了昊天锤的气魂真身，对战武魂殿学院战队，我几乎有70%把握。可现在过早暴露却不行了。难道1晚的时间，他们就能破解我们的七位一体融合技？不止如此，你们明天的对手有武魂殿做后盾，武魂殿强者无数，封号斗罗不知凡几，总能想出对策。刚才我说的，你们都听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教皇皇冕下，如果唐三明日再次使用气魂真身，非死即伤，无需顾虑。你们只需要注意七位一体融合技，按照我刚才所说，将其破坏。凭借真正的实力对战，他们根本不可能是你们的对手。是。你们应该知道这场比赛意味着什么，不只是你们成名的机会，同时也象征着3块魂骨的归属。有七宝琉璃宗和那么多高级魂师学院看着，武魂殿是不能食言的。更何况小三暂时也不能再施展气魂真身，否则他会承受无法预料的创伤，很有可能会影响他的未来。气魂真身和武魂真身有异曲同工之妙，甚至更加强大。而气魂真身最可怕的地方，就是将施展者自己的灵魂与气武魂融为一体，是需要消耗灵魂之力的。灵魂之力？与魂力不同，灵魂之力只能由魂师自己提供。以小三现在的实力，灵魂还远不够稳固。如果连续施展，灵魂受到重创，轻则记忆减退，变得迟钝；重则直接丧失神智。这是给你们的奖励，同时也是给你们的压力。如果输了，我会把你们都丢到迷踪大峡谷去历练3年。迷踪大峡谷那个鬼地方，怕是只有鬼才能活下来吧？这场比赛绝不能输。好了，你们下去吧。是。教皇冕下，您在担心吗？虽然他们今天占据了上风，可实际上胜利的天平依旧倾斜向我们这边。我担心的并不是那史莱克七怪，他们虽然天赋异禀，可毕竟还年轻，自身潜力还没有完全开发。除了唐三以外，其他人都不足为患。可大师不同，我与他相识多年，他的聪明才智乃是我生平仅见。那不同属性武魂的七位一体融合技就是证明。至少，我自问无法做出那样缜密的安排。您是担心他明天又会有什么特殊的安排，增加变数？不如让我去杀了他。就算有毒斗罗做手，我也有80%把握可以一击必杀。
大师，那我们明天该怎么办呢？就算我们能够保持最佳状态迎战，可是对手的魂力比我们高的太多，又有武魂融合技的存在，想要战胜他们实在太难了。困难并不代表绝对。现在你们开始修炼吧，我要仔细想想明日的战术。你要是这么有把握，唐三也不会活着来到这里。你忘记当年老师怎么教导你的？狮子搏兔，亦需全力。轻敌大意，乃兵家大忌。是，教皇冕下。如果一位名誉长老轻易死在武魂城内，武魂殿颜面何存？而且他还出身于蓝电霸王龙家族。你们记住，今后没有我的命令，谁也不许向他动手。是。夜深了，你们先退下吧。小刚，你还是那么令我惊讶。难道当年真的是老师拆散了我们吗？我能做的也只有保护你的安全。至于其他人，我也顾不了许多了。一集太短不够看，别急，打开微信扫这个二维码，这里面都会告诉你。不仅有史莱克七怪高清壁纸、同人作品，还有精彩剧透等你来看哦。朱青，你别误会啊，拍广告呢，拍广告呢啊！朱青，幽冥突刺，幽冥白爪，幽冥斩。孩子们，这是你们毕业前的最后一战。坦白说，能培养出你们这些天才，我很荣幸。天下无不散之宴席，未来的路要靠你们自己去走。以前我说过，拿不到冠军就不让你们毕业，但是现在我要说，我绝不允许你们任何人出现伤亡。我要的不是胜利，不是冠军，而是你们平安归来。